去过中国的多少乡村？除了台湾以外，所有城市的乡村我都去过了。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乡村在未来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景？我今天也不敢讲，我真的认识我们的乡村。我们究竟该如何读懂乡村？中国5000年乡村文明，它渗透在每一个空间中，使你感受到你不是孤独的。乡村与城市如何对话，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请问您如何看待城乡之间的地域黑？幸福生活最大的障碍不是钱，是理念。所以乡村需要人来，但是需要懂它的人来。人来了，乡村就活了。您怎么看待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如何让失去了乡愁的村子能够重新找到灵魂？乡村兴，则文明兴。开讲了特别策划《遇见2020》，本期演讲者张孝德。迎高考助未来，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应该都不是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吧？有没有老家原来是农村的？那么过去一说起乡村，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经济欠发达，是吧？生活水平不高，然后文化娱乐也不多，发展的机会就更少。但是今天，我们的农村仍然还是我们10年前、20年前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吗？我倒是听说，今天在很多的大城市，人们因为迫于城市的这种生活的压力，很多人现在恰恰把眼光投向了我们的乡村，在那里去寻找未来我们生活发展的新的可能。那么究竟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在未来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景？我们的乡村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而言，又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开讲了《遇见2020》系列，在今天就请到了一位嘉宾，跟我们共同畅想一下未来的中国乡村的发展。掌声有请开讲嘉宾，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开讲。谢谢各位，请坐。现在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现在把眼光投向了乡村。您是做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块的研究的，那么在您看来，乡村现在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让您描述给城市年轻人的话，今天中国的乡村高度多样化，你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统一的景象，来描述今天中国的乡村。比如说我们想象中最偏远、最落后的乡村，云南、贵州、青藏高原。对啊，你可能认为离我们这个文明中心很远，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恰恰是保留青山绿水最原始、最圆满的地方。哇，这是这张照片。这应该是在您说的青藏高原上面。这张照片是我2004年去海拔4700米青藏高原的一个乡村拍的照片。哇，这就是他们村子。对，因为他们是游牧的。游牧民族。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夏天有一个夏牧场，对，冬天有个冬牧场。是。然后就是不停地在这个当中来回迁徙。那你看到这个照片，谁笑得更自然，谁看上去更健康？这个笑容非常的清澈透明。这是我第一次去拉萨照的照片。你看，我们今天要照相笑的话，一定要拼命的茄子才能笑开。我没有任何茄子，就这样自然的在笑。所以您去过中国的多少农村？没有计算过，但是到目前为止，从青藏高原到云贵，从云贵
除了台湾以外，所有城市的乡村我都去过了。所以难怪在您眼中，中国的乡村是没有一个统一面孔，没有统一的。有的可能物质条件好，但是可能人们的精神状态焦虑、紧张。是。但有的地方可能物质条件欠缺，但是人们的心情和生活的这个状态很阳光。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来寻找这当中的平衡？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土面积，我们的乡村发展的模式和发展的方向？我们今天把讲台留给您，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的观众开讲。好，谢谢。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场的有多少是农村来的？举一下手。哦，这个比例很高啊！你们认为你真的了解农村吗？我真的告诉大家，我也是来自于农村的学者，可以肯定，你们在座的各位，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要长得多。我是20岁离开乡村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今天我真的也不敢讲，我真的认识我们的乡村。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关注、调研、研究我们的乡村。我发现，我越研究，我越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的乡村，越来越感觉到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今天大家都想在改变乡村、建设乡村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有一件事儿我们必须做，就是我们要读懂我们的乡村。古人讲叫知行统一。我们在面对乡村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知比行更重要。为什么？其实来讲，我们谈到乡村的时候，大家会谈到今天的乡村。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读我们乡村的时候，更多的要把我们的思维和视野拓宽去解读我们的乡村。在4000年前，舜尧上位之后，首先任命的4位官员是东西南北的4位官员。这4位官员干什么呢？在东方的官员要考察春天什么时候到了，在南方要考察夏天什么时候到来。为什么要任命这4位官员？因为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我们要知道春夏秋冬24个节气这件事儿，对于我们的生存非常重要。我们会发现，乡村建设作为一个城市建设，最稀缺的资源就是空间。那么我们走进一个乡村，特别是今天一个古老乡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空间这个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吗？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最是以我宜居，我要过得很好，那好了，把最好的那个空间资源让我来享受。但是在古代的乡村不是这样。其实在我们古代的社会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最好的资源分配给书院，分配给私塾，然后把这些公共资源分配完了之后，最后才轮到什么呢？活着的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盖房子要把那个最好的地方用于盖房子呢？还不是。你会发现我们大量的乡村，它是把最好最肥沃的土地扔给耕地，然后呢，我们住在那些不便于耕地、靠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5000年乡村文明，它的信仰，它不是一句空中的口号，它渗透在这个乡村空间每一个空间中，可以渗透在所有的空气中，使你感受到你不是孤独的，你和你的祖先和天地和自然之间有一种联系，共同分享着这一个小小山村的资源。谢谢。所以说这个乡村是什么呢？可以说有不同的眼光，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呀。如果你用今天的物质条件来衡量的时候，真的就是认为这个地方是愚昧落后的地方。
如果用技术来衡量的时候，你们认为这个地方没有技术；如果从生活衡量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够满足现代化生活。但是我告诉大家，要读懂乡村，需要的不是现代工业文明所需要的给予你们的那些东西。读懂乡村需要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智慧。去年以来，有一个人是青岛人，姓牛。但是这个人呢，厌倦了北京的都市生活，就在北京的郊区用集装箱搞了一个都市之外的桃花源。他就用那个集装箱建什么呢？建了一栋房子，这个房子里边种的蔬菜，然后呢完全是生态化的。自个儿坐在这个院里边，他通过实验发现，在那生活了1年，完全在这个小院里边能够完成自给自足的一种都市的桃花源的生活。这位牛大叔把这个图片在网上挂出之后，第1年有10万点击量，参观人最多的时候，1天有200多人。1年下来有多少人呢？有3000人到5000人。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参观？参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告诉大家，不是城市的打工的农民，是城市的教授、专家、房地产老板等等。结果，他们去了以后，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共识，认为21世纪的房地产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应该是把乡村的四合园、乡村的田园的生活搬到城市中来。他这种我们的房子我们建的一个模式，已经在广州、上海许多地方开始了，说明城市中正在涌动出一种新的消费，而这个新的消费的指向，不是在城市，是眼光放到了乡村。在浙江的湖州有一个德清县，我去这个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建筑，国外的一个设计师，他把一个养猪场改造成了一个农家乐。那么这个农家乐，他这个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价格是什么呢？我去的时候，张老师，你看这个房子1张床位的价格是多少呢？人民币2000块钱。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建筑没有奢华、一个非简单的地方，1张床位有2000块钱？它的价值来自于哪里？就是青山绿水的价值。乡村的魅力在哪里？乡村虽然不能够搞大工业，但是乡村是一个最适于过一种绿色的、低碳的、生态的、幸福度最大化的生活的地方。我认为要衡量一个工作是不是这个工作幸福度最高，我觉得有一个标志：你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不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唱歌啊？这个工作太美好了啊，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啊，哼哼着小曲在工作。我当过农民啊，我告诉大家，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唱歌的人有几类职业。第一类职业，牧民。牧民骑着马，拿着鞭子，一边唱歌一边从事他的工作。第二个就是农民，农民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我在中村劳动过，如果农民一边劳动你不让他唱歌的话，他的精气神起不来呀。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几千年的过程中，我们学的包括最初的《诗经》，那些歌是不是一边劳动一边唱出来的歌啊？一边吟诵出来的诗啊？所以我认为，不懂得乡村，就不能够读懂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就是把今天主流社会告诉你的最对的那些东西颠过个来，从反向去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就是我们的未来。工业文明的几千年的历史是技术为王，未来的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是文化为王的时代。当然，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社会不会排除技术，是文化加技术。我们5000年的文明和文化是从乡村长出来的呀。所以，中国走向21世纪，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没有乡村，单独的依靠城市走向现代化吗？不是啊，中国5000年的乡村文明是和当今这个时代有血脉联系的一个地方。所以，
尽管近代以来我们追赶西方的工业化，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铁的规律没有变，这就是乡村兴，则文明兴。我告诉大家，中国乡村的复兴、乡村的振兴，不是大资本要到乡村去，乡村最缺少的是人。人来了，乡村就活了。20世纪80年代，像我这样，80年代到90年代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有120万，这120万的人在未来3到5年统统进入退休年龄。这一批人是中国最早一批质量最高的大学生，而且这些人90%来自于农村，可以说，这些人是高能量的人，一个人就可以复活一个乡村。在浙江的颂阳县有一个离县城12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这个山村原先在政府的眼中认为这个山村太偏僻了，所以拆迁的对象。结果，从当地的丽水的美术学院来了一位搞美术的教授，他看到以后，他告诉政府：“你不要拆了，这个非常秀丽的古老的小乡村，就是我们搞艺术最难得的写生基地。”结果，他把这个小山村变成了一个写生基地。就这么一件事儿，我前年去的时候，当地的村长告诉我：“他说张老师，现在每年来这个村写生的人12000人。”原先在我们常规的眼中，这个乡村就是要消亡的、拆掉的。结果今天变成了我们搞艺术的学生的一个写生基地。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我们的今天的城市2.7亿农民，未来5年有5000万农民工，甚至在座的各位，包括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这些人回到农村的时候，带着他在城市的收入，带着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会到乡村去2度创业。我们知道，今天的城市有3亿中产阶层，未来还有2亿退休的人。其实我们会发现，乡村不仅是中产阶层假期休闲的地方，其实也是未来老人低成本养老的地方。还有回乡的艺术人才，回乡的新青年。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学，有许多人很可能在未来3到5年，你们就会走在回乡的路上。大家就要知道，这个数据非常庞大呀。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600多万呀，60%是农民的孩子呀。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6000万华侨同胞。随着中国的强大，其实他们倒退3代都是农民，他也需要回乡寻根呐。其实我希望未来的是城市和乡村双向流动的新型的城市化，诗意的乡村、温馨小镇、田园城市，是城市、乡村、小镇3元一体这样一个美丽的中国梦。这就是未来的乡村，这就是我未来的理想的人生。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您。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大家，请坐。张老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但是有的这个消息啊来的也太突然。就刚才您突然跟大家讲，我估计再过3到5年，你们都将走在返乡的路上。旁边一个同事跟我的同事说：“咱要不把房卖了吧？”这个主意不错，这个主意对了。对了。其实我们幸福生活最大的障碍不是钱，是理念。中国的乡村叫耕读传家。对，不要看这几个字啊。对，这是中国几千的文明被时间证明的真理。我们都认为房子能够传给儿子，钱能够传。我告诉大家，这些东西统统传不下去。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家能够传承的，就是耕读诗书传家。所以文化真的就像您说的，是中国乡村保有的最深厚的一笔财富，而且中国的未来就是在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根基。那么在您演讲的过程中，很多观众给您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张老师您好，请问您觉着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进步，乡村会在未来完全消失吗？
其实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们的乡村一直在消失。我觉得城市周边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我认为在未来有一批乡村消失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真的不认为中国的乡村会全部消失。如果全部消失了，那是中国人的灾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幸。城市的扩张终究有一个边界。对，其实这个边界已经来了。我为什么说3到5年？3到5年就是它的边界。对，就是乡村的天际线打开的时候。接下来一个观众的问题，哎，这个观众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老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现在他说，中国的有一些乡村落后的原因仍然还是贫穷，物质上的贫穷。他说：“您认为，在未来，如果这种贫穷不摆脱的话，贫穷最终限制的到底是人们的什么？”首先，我认为是要解读什么叫贫穷。其实我这么多年跑来跑去，我发现一个规律：越是偏僻我们认为落后的乡村，恰恰拥有我们城市人最需求的那些所谓奢侈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没有污染的空气，没有污染的土地，还有稀缺的农产品等等。还有，越是到偏僻的乡村，真情越存在。所以说，我认为今天这个贫穷是相对的。乡村不是绝对的贫穷，也不是绝对的落后；城市也不是绝对的文明，也不是绝对的富有。这两个地方各有优势，我们需要把它加起来。加起来的时候，双赢，未来都美好。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央视网开讲了的专区进行了图文直播，也有网友朋友在网上实时向您提问，我们也选择了一些问题，您看一下。张老师好，请问您如何看待城乡之间的地域黑？您知道这个地域黑是什么概念吗？地域黑就是城市的城乡的那个交界带，就城乡之间的。不，您说的是城乡结合部。对。啊不，这是什么？地域黑不是个地理概念。我还第一次看到。地域黑就是我看不起你那儿的人，那儿看不起我这儿的人。哦，明白了。其实来讲是什么呢？心和心不同啊。这个心要打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当今的，我把它叫做高度物质化、高度这种追求这个物质享受时代的一个文明病造成的。这个文明不是在中国，我觉得在发达国家也都存在。所以消除这种地域黑只有一个办法：沟通和彼此了解。就城乡之前要打通，要相互了解。回到您其实开讲的最初的那个话题，你们真的看懂或者读懂中国的农村吗？对，如果读懂了，就不会有这样的偏见。那么，今天的年轻人究竟如何读懂中国的乡村？6位青年代表，你们读懂了吗？小撒老师好，张教授好。其实刚才咱们有说到地域黑，就是城乡之间的地域黑。其实我们在学科之间也有一个专业黑，因为我是学农业的，所以当很多时候，只要别人一听到我是学农业的，就会说你一个小姑娘学生不好，你要去学种地。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偏见，我觉得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农民的这种整体的形象并不高。包括很多务农者本身，他们也会认为种田是一件很没有未来的事儿。首先，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我们今天搞了几十年工业文明，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今天有一个巨大的城乡不平等的观念。一个农村人到城市，我不懂得交通规则，不懂城市的许多东西，我们城市人会说农民你自己要愚昧。一个城市人到了农村，把麦子看成韭菜，那我们说这叫可爱。其实城市和乡村是平等的，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我们要把它重新来思考。严格来讲，城市和农村就像一棵大树，乡村是大树的根，城市是大树的树冠。今天中国城市的繁荣是城市大树的根给的滋养。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更多的营养还原给大树的话，我们这个城市的繁荣是不会持久。如果落叶不能归根，的话，跟这一块的土壤养分从哪儿来？是。所以说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但是需要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农业的大学生，你们先要有自信。所以说我主张，我们要得到自信的话，只有一个出路，到乡村去。你了解它了，认识它了，
你才真正找到你自信的根。谢谢。对，确实，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像我们在平时在学校里，就会经常在学校的实验室或者是学校给我们提供一些温室大棚里进行一些专业的技能训练。但是，其实，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环境是非常粗放的。对。所以，我也想问张教授，就是您这样对于农村一个美好的愿景，有没有一些可以落地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或者是能够给大学生们去实践呢？其实今天我们的农村发展太需要有知识、有情怀的大学生了。农村需要的大学生不是一类，要跨越地域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生。你们今天在大学的时候，不要单纯在书本上、在实验室里边搞那个农业，一定要走到乡村去。其实最好的实验，在真正的乡村。对。比如说，我这儿有许多我们的农民不是在实验室里边，就是在现实过程中发现的许多非常有用的科学技术知识，不是你在书本上能够找到的。我觉得，其实，在农村未来的劳动不完全是这个劳动。对。其实农村，我觉得需要大学生。我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种田，其实种田在今天，我在农村知道，今天农村的体力劳动比我们想象少得多了。其实真正的农村的农业的发展不是单一的农业，有文创，有合作社。有农业艺术，各种各样的东西。明天不是下地的，明天在干什么呢？在搞市场营销，在搞田间的技术创新，在搞文创等等这些工作。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真的可以到那些发达的乡村搞得很好的地方，你就会发现那些乡村人的生活，他的劳作的模式和城市人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未来其实条件不需要年轻人真的再去挥舞着锄头。再去过祖辈们的那样的务农生活，你们的知识更多的是用在如何让农村变得更为现代化，如何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这是你今天学农业的目标。谢谢老师，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谢谢老师。下一位，小陶老师好，张教授好。最近有一款游戏特别火，叫做养蛙游戏，可能大家都被刷屏了吧，手机。哦，我那个后来他就再没回来过。当看到那个游戏的时候，我都快哭了。为啥？因为你们是在手机上面养青蛙，我是在田里面养青蛙。你们养了一只，我养了300多万只100多田。哦，我明白，他是搞养殖业的。搞养殖的。300多万只啊！对。都出去旅游去了。你这个养蛙跟我们玩的游戏完全不一样。我养青蛙的时候，首先那个青蛙它要吃虫子，对，你还得养虫子。在养青蛙之前，我还得把虫子养会。真养虫子啊？真养。那个时候天天在田里面暴晒，然后也没养好，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后来我都快放弃了。有一天我也是去喂食，我看见一个土渣子，它滑落到那个池塘边上。那个青蛙噌一下就把它给吃掉了，结果发现很多次，它只要你是动的，它就要吃。经过这个原理，我就用了一个那个电动马达嘛，我就把饲料放在那个食盘上，然后把那个马达给打开，它全吃光了，它只要动它就吃，全吃光了。后来这个青蛙就养殖成功了，我就把这个技巧告诉了周边的很多人，后来就跟着我养青蛙的人就越来越多嘛。你看一个人成功，大家都干这个。对。我就是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养青蛙，它的技术越来越娴熟，数量肯定是以后养殖的越来越多，它会不会影响生态平衡？我们应该怎么办？太多，这就是我们讲搞农业，对，它会受到大自然规律的制约，不要以工业化的思维搞农村。在城市搞工业化，我们会比水飞得越高越好，越快越好，在农村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单一的养殖，规模过大，肯定会出现问题。在乡村搞任何一个产业的时候，主张多样化，对，有限性，提高它内部的结构，然后获得你的利润。这确实跟那个跟风养殖有关系。其实，在农村嘛，青年返乡创业成功的人挺多的，但是失败的人更多。我觉得你到乡村去，有几个起码的问题：第一，不要贪大。从小事做起。第二，要坚持，因为做乡村的产业不像城市一样，你在城市建一个厂是今年建，年底就有收益了。乡村是一个长周期，要有足够的坚持。第三，一定要记住，做乡村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和周边的村民，要和周边的你这些同年人，最好要完成一些交流。最后一个，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如果你觉得孤独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我们每年都有各种类型的，就是为了解决回乡知识青年这种孤独感，我们搭建了许多平台。比如说每年一度的爱故乡大会，给每年爱下乡的青年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相亲大会。你来这个大会上，自然就有相亲的内容了。确实，如你所说这样，我后来跟着养的越来越多之后，我就开设了交流平台，教了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是我现在的岳父。岳父，我以为是有一个学生就是我爱人，岳父。哦，等于你是先教学生的时候认识了岳父，然后他把女儿许配给了你。对。哇，继续加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谢谢谢谢谢谢。感觉他非常聪明，就像您说的，回乡青年从他身上应该学到的一点就是，你得动脑子，发现这事儿不行，为什么不行？那叫智慧，不是知识。结果他一琢磨，发现只要能动的，对，青蛙就吃。所以我觉得只要肯用心，肯花心思，成功就距离你们不远了。下一位。夏老师好，张教授好，我来自山西锦昌。和您是同乡，对。因为大家其实一提到山西，想到最多的就是煤，想到的就是黑，想到的就是污染。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山西，尤其是山西长治啊、晋城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壮美秀丽的。张教授，您最近回过晋城吗？每年都要回晋城。我每年的暑假、每年的过年的2个月时间，无论我有多忙，所有的事统统推掉，在我的老家那个村里边度过的。而且我告诉你，我那个老家是在山西的太行山上。哇，这是您老家？啊，对，这是我的看，开门见南山，这是站在我的家对面看到的南山，这是从南山看到我的一个小山村。而且我这个村是夏天避暑的好地方，我的产子是叫无扇之城。就是夏天的时候睡觉还得盖被子，不用扇子，不需要扇子的。这是您在村里，这是村里的孩子们。这村里的孩子，因为我回到老家，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上山。最初是带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长大了是带我外甥家的儿子，现在我外甥的儿子都长大了，现在带着村里的其他孩子。感觉您像村里幼儿园的园长似的。孩子王，你看看，孩子王，这就是乡村的快乐啊。因为我是来自山区嘛，我就觉得山是有它的风格的。我觉得您身上的这种质朴劲儿和那种厚重劲儿，特别像我们山西的男人。山西汉子。山西的老头了，现在变成。那您当年就是辞去了公务员这样很稳定的工作，我真的特别好奇，您当时身边的人会阻拦您吗？您是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什么样的勇气让您做了这样的决定？其实我离开的一个原因，是我父亲病重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请了1年的假，回到山西的老家，我的村里边。我在村里待的时候没事干，就开始写东西。那个时候写出了一个5万字的一个大纲。这个5万字是在描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人类文明的中心是有规律转移的。按照这个规律，我研究了一下，发现21世纪。人类文明的中心会去西方，又转回到东方来。所以说我这本书就是要研究这个文明中心大转移的规律。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需要我一辈子在研究了。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我就辞掉当时那个职务，就开始走向了学问之路。但是当时辞官的时候，那个压力非常大。但是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方向，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当你找到了你内心方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往前走，你也不觉得孤独。有的人说故乡是站，有的人说故乡是根，那您觉得故乡是什么？应该这样说，每一个人对他的故乡都有情怀。我觉得我所有的情怀就来自于我对这个乡村的情怀。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的感觉是，爱国教育爱不爱，从爱你的乡土开始。一个不爱家乡的人，也很难爱这个国家。其实大家当谈到山西的时候，更多说你去过哪里？我经常问大家，他们说去过平遥，去过太原。真的，我告诉大家，山西最精华、有山有水有文化的地方，在太行山上。
所以当年梁思成先生写的那个《中国建筑史》，大部分他考察的很多这个古代的建筑，其实都是遗留在山西。都在山西。大家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啊，看看。下一位，小撒老师好，张教授好。之前听到张教授您说到对故乡的感情，那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也是出自于对故乡的一往情深。那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在家乡打造一个乐园。那我大学学的是景观设计，然后在广州工作了3年以后，现在回到老家浙江遂昌，然后和2个小伙伴一起在打造一个民宿。这个啊。左边的图片就是改造前的我们房子的样子，在我们家乡呢，就是农村的房子更多的是那种简单的土木结构的泥房，只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要。但你还基本保持它的建筑原始的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变化。你看楼梯还是楼梯的位置。所以在改造过程当中，我们一直也在思考如何让它的房子住起来比过去要舒适安全。但是又能让人家觉得，哎，这就是原汁原味的乡村。其实我觉得这个图片的改造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土墙的一部分保留下来，裸露出来放在那儿。对，你看看这个土墙，你会发现非常好，它会对非常好。那个裂纹里都是故事，那个裂纹它就是历史，都是那个裂纹就像那个树长的年轮一样，它有生命感。你看这一个墙，我们看见都就是城市的人造的痕迹，没有生命感了。如果你把它的全部抹平了，把它全部改造了，我觉得这可能有点中断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做一些改造没关系，你把它保留一部分。对，就像这里边一幅图画一样，中间有个小玻璃窗，但是露出来的是原始的墙。对。包括你屋顶的那个床子那些东西啊，其实你保留一份粗糙的东西，完成一个远古和现代的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跟我以前的工作相比啊，我以前更多的是为城市设计，高大上的这种形式美感特别重要。那么回到乡村以后呢，也确实觉得就是说还是更多要回到人本身来。然后农村很多的房子，这种土房子，要么就是破败凋敝，要么就是把房屋推倒重建，让许多外出的游子回到家乡以后，发现什么东西都变了，就一种找不到乡愁的感觉。在我们相见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让失去了乡愁的村子能够重新找到灵魂？刚才那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吧？对，是我第一个作品。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其实我觉得乡村的乡愁是什么？比如说你看到那栋房子。这栋房子可能在外来人的眼中就是一栋房子，就是一个破房子。其实你把这个房子的主人，你要和他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房子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这个房子的这种外景，也可能就是刚才我那个墙上的那一部分东西，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在童年时期停留在心目中那个画面。因为我想我小的时候，北方那个房子是那个木头的天花板，那个天花板上许多图案，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在。所以说，如果我回去的时候，如果这个图案还在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下子把我和童年的时代连接起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改造一个房子的时候，要读懂这个房子。对。这个房子的一砖一瓦，哪些东西和主人之间有哪些情感的连接？如果这些东西有连接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花很大的想办法把它保留下来。你保留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房子既建好了，也保留它的生命。我们来的人回到乡的时候，就有了化解这个乡愁的东西。或者作为一个村庄，对它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寄托的场所，比如说水井。水井啊，过去一个村子水井是社交中心啊，相当于。如果我觉得把这些理念你读懂了，当你具体做的时候，绝对比我更有想法，更有智慧。谢张教授。你的作品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好，不仅仅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去你那儿的人，我们要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客户看到你这个，他就会觉得，哎，有一些地方还是没保留住。所以未来你的方向、你的作品的水平，是由我们决定的。但是加油，继续加油。谢谢。下一位。小撒老师好，张教授好。我想在我讲话之前，先让大家看几张图吧。这是我
就是每年都拍摄的几个孩子，然后最小的这个弟弟呢，每年拍照他都会哭，但是到去年拍照的时候，他突然不哭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哭了呢？他说因为我上学了。啊，我说上学了就可以不哭了吗？他说是的，因为我有知识了，我是一个男人了。到现在为止，我想起他讲的这句话，我都还会就是起鸡皮疙瘩，会哭。你是职业的在做呀，还是业余时间？我是一个摄影师，然后这是我的一个关于儿童成长的计划。最开始是拍城里的孩子，后来因为我喜欢去乡村，然后我就选了几个地区的乡村的孩子进行拍摄。在他们6岁之前，这些孩子我都是每年的暑假到村子里去拍摄他们，就能看到所有的孩子们。但是当他们6岁以后，他们就会分散在各个乡镇以及县城里面读书，然后你就会到各个学校去找他们。那么我问他们，那你将来还会回到村子里吗？他说不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村子里太穷了。这个村子的村长是这个村里唯一回去的一个大学生。因为这个计划我会拍到2030年，那我说这个村子以后还会存在吗？村长说，这个村子里现在只剩下老人，当这些老人去世，这个村子也就消失了。首先感谢你带来的这些作品，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用了这么多年，在记录这些孩子他们生命的轨迹。你的计划是到2030年，对对对，还是这些孩子？是的，会一直跟着他们拍下去。今年是第7年。第7年。我作为一个乡见者，首先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代表我们的农民给你感谢你。我觉得乡村真的是多元的，对乡村，不见得是种地，也不见得是帮老渔民。其实你做的事儿，和帮老渔民和养青蛙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来讲，你这个话题触动了一个乡村建设中的一个最痛的地方。令人最担忧的是，今天的儿童就已经不喜欢乡村了。对。然后我问他：“那你想做什么呢？将来长大了？”他说：“我想做个泥瓦工。”泥瓦匠。对，泥瓦匠。我说：“为什么你想做泥瓦匠呢？”他说：“这样可以快一点，帮助家里挣钱。”所以说，我会听到张教授讲的时候，他当时有一句话特别触动，说：“现在乡村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我会觉得你呼吁的是城里的人都去接触乡村，但是你会发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实际上对农业并没有这么大的期待，他们甚至就是向往大城市。你会觉得这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好呢，还是坏呢？我觉得你思考这个问题做的问题，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我这儿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为了解决6000万留守儿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6000万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给什么样的教育。所以说，由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需要一种更新教育。就今天我也在考虑，我为什么每年要回老家？不是我觉悟高，是因为我8岁之前没有上幼儿园，就是在那个山沟里玩大的。那些玩留下的乡情、乡土、乡味、乡音、乡俗，深深地留在了我心里边。这个东西在起作用。其实儿童教育很简单，就是让他把你的乡土、语言、民俗各种各样的，让他儿童时期，就是我说的那个乡音乡味都要接受。您刚才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学过那么多课文，就印象特别深的一些画面。我不知道各位啊，也许我们用的语文课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比如萧红写的《火烧云》，讲东北农村到晚上看那个火烧云的时候，一村的人出来，什么老爷爷的胡子染成金色啦，是相互打招呼，那种农村的生活场景。再一个鲁迅的社戏。对，晚上划着船去看戏，但咿咿呀呀那么远也看不清楚。最后小孩子最开心的是回去路上煮豆子吃，就所有这些东西，带着中国最独特、最本土的乡村气息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的童年里。尽管我们可能从小没有生活在农村，但是你会知道，这是中国更广阔的国土面积上真实的写照。所以说，最终我觉得，
可能我倒担心的是，不是怕我们没人去乡村，我担心的是我们没有读懂乡村之前，大规模的到乡村去，形成另外一种破坏。所以乡村需要人来，但是需要懂他的人来。懂他的人来。好，谢谢谢谢。突然有一种感觉，你的这种镜头语言，也许会因为这个节目，成为今年一种流行的镜头语言。每一个孩子都是拿着他从前的照片，一张套一张，一张套一张，一直到他成年。我觉得这样的镜头语言很有震撼力。小邵讲的太对了，很有想法。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照片。明年我的爱故乡大会邀请你在我的大会上搞展出，而且我真的告诉你，你这个照片有可能会获奖。未来21世纪，文艺、文化、艺术的创新的灵感在乡村，谁首先到乡村，谁就是未来的大家。萨老师好，还有张教授你好。我呢是一位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今年大3，我学的是俄语，我呢又是电视媒体方面的专业。我在国外发展的话，工作是非常容易去找，因为眼看要毕业了嘛，所以呢我在想，我是在国外发展，还是说回国？今天有一大批在国外留学的孩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惑。我觉得这个困惑有一个问题，我这是要告诉大家的。你们今天要读懂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变化频度最高、充满活力最大的一个中国。按照今天年龄的话，我觉得刚过了青春期。所以说你在俄罗斯，不管这些国家，他们的工业化程度都很高，都成熟了，都稳定了，这就看你的选择。可以说，我认为国外你隔5年不去没关系，它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了。但是中国，你如果5年不读的话，你读不懂了。如果你现在读不懂，未来会很可能更大的读不懂的时候。我希望你要把2头都读懂，然后再做出你的抉择。好，谢谢。别着急想着工作好不好找，你要想的是未来这几年，如果错过了读懂中国的最佳时期，你可能再回来想继续完成你的事业，你就很对不起，和你没关系了，和你没关系了，和你没关系。在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这就是你，夹在中间了。对。那么您认为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是存在的。我觉得这句话，希望每个人都要重复。为什么？在我们重复的时候，就有危机感。如果我们有了危机感了，其实在今天我们认为故乡是可以回去的。你一回到你故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远方离你也不远了。当你既回不去故乡，也到不了远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和你都是没关系的。所以说，我希望这句话变成今天我们大家共同往前走一种激励，一种警觉，最后真正的变成回得去的故乡，也去得去的远方。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乡村，这就是未来每一位年轻人应有的中国梦。好，谢谢张教授，谢谢。所以，回得去的故乡，到得了的远方，这是未来年轻人中国梦实现的时候，你们那一代人所面对的真正的自由的选择。但是今天仍然像张教授说的，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变化的过程里。我们刚刚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人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梦想的方向，仍然还在慢慢的显露当中。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有这种可能之后，我们不妨把自己的注意力、把自己的目光多投向那个方向。也许，当你真正读懂以后，你会有更不一样的收获。再次掌声感谢张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了，再见。谢谢您。